大家好，我是历史哥。我们今天来挑战一下大家对于历史的认知。大家常听到在过去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呢，我们常有2种不一样的说法：日据时代、日治时代，还是变成新典叫做日治时代呢？今天呢，就来 challenge 一下大家的知识啊。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日据时代呢？日据时代啊，其实是根据中国的本位史观来做思考。为什么呢？这个从清朝因为甲午战争失败，打输了，最后签订了《马关条约》，台湾跟东三省被割让给了日本。后来呢，台湾呢这个成为日本第一个殖民地。那对于中国来说，这个失败呢是不能接受。他认为日本是用战争强取豪夺，把台湾跟澎湖给占据了，所以呢会称之为日据时代。这个呢是以中国为一个本位史观来做思考的。那什么是日治时期呢？日治时期啊，应该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简称。那这个呢就会比较偏向呢，以台湾本位，或者是说一个去中国化的一个相对客观的史观来解释。但是说它相对客观呢，它解释的是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所以简称日治。却没有去凸显出当中这个殖民地的属性。我们知道啊，在世界各国探讨这个殖民地历史的时候，通常会把这个殖民地历史称为殖民时期。一般来说，在英文里面就叫 colonial period。那哪一个国家就再加上这个国家的抬头。所以呢，如果以这个英文来解释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所以简称的话，用日治似乎是忽略了这个殖民的意义，因为对日本来讲，他统治台湾50年，自始至终，台湾都是他的殖民地，这个地位是从来没有更改过的。对于台湾人来讲，并不是2等公民，而是殖民地的人民，因为台湾人从来没有取得日本的公民权利，所以连公民都称不上。所以因此，我认为啊，现在称为日治，并不能真实的去反映所谓的整个历史的脉络，也不符合国际历史上的一个对潮流的解释。毕竟殖民地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是在过去帝国主义最盛行的时代的一个产物。那现在西方普世价值都在反省这个殖民地时代这种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所以通常来说会把殖民给凸显出来，因为这代表人类的一个反思，不应该有人是驾临于另外一群人之上，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有主客之分。所以我认为是日本殖民时期，应该称为日殖，会是一个比较正确的说法。不知道你怎么想呢？日据、日治，还是你赞同历史哥说的日殖呢？交给你来挑战，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